我们分手吧，我爱上别人了，距离订婚还有1个月，我男朋友王菲居然跟我说出了这么不要脸的话。他爱上的那个女人，我听说过，是他老板的妹妹。对方刚进公司的时候，王菲还跟我吐槽过，说这个女人是个关系户，每天只会嘤嘤嘤。最后他自己爱上这个嘤嘤怪。分手后的时间，我辞掉了工作，整天待在家里刷电视剧，立志做一个快乐的肥宅。我妈看不下去，说治愈情商最好的方法是开启下一段感情，于是把我从家里拎出来相亲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脸都没洗，直接穿着裤衩背心夹脚拖鞋到了约会地点，想着打个招呼赶紧走，没想到见到对方我先自卑了。人家身上穿着干净的白衬衫，脸上戴着丝纹的金丝框眼镜，瞧见我嘴角上扬，你好，您是徐青青吧？我是陆启凡，声音好听的，就跟被温水浸泡过似的。我内心仿佛有千万只草泥马奔腾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拖鞋，羞愧的想直接找个对方钻进去，伸手慌忙扒拉了2下眼角的眼屎，尴尬解释不好意思，起晚了直接过来的。紧接着陆启凡绕到我身后，把椅子拉开，第一次享受这等待遇的我尴尬就坐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。那天我俩吃的西餐，陆启凡拿着刀叉优雅地宛若法国贵族，脊背挺得笔直，看着就像一副赏心悦目的画报。我这种吃惯了大骨头的，恨不得直接上手，咬着牙跟面前的牛肉较劲。结果几分钟后，对方把餐盘一转，我切好了，你吃这个吧，简直是伯爵本爵。按照约会惯例，吃完饭一般得要看个电影，只是我跟这样优雅的人实在不合拍，估摸人家也没看上我这种小土鳖，打算找个借口遁走。万万没想到，陆启凡不走寻常路，居然跟我说今天穿得太拘谨了，我有些施展不开。明天晚上你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吃宵夜，小龙虾加啤酒好不好？陆启凡说话的时候，视线礼貌地在我鼻尖停留，带着一股温柔的力量，让我连拒绝都不好意思开口。当然，我也好奇这样绅士的人吃小龙虾会不会缩手指。怀揣着这样的恶趣味，我开始跟陆启凡第2次约会。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糙，晚上出门前我特意化了个妆，惹得我的老母亲兴奋的眼睛都眯起来，那副迫不及待把家里大白菜给人家拱的样子让我一时无语。陆启凡穿的倒还算休闲，纯 T 外面搭件浅色运动外套，下面配了条休闲裤，整个人显得年轻了不少。瞧见我脸上轻轻一愣，笑意爬上眼角。我莫名其妙，你笑什么？陆启凡眼睛礼貌地移开，在我身边走了2步才说道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今天特漂亮。我一把年纪，自诩脸皮厚的炮轰不破，居然因为这句平淡的夸赞搞得有些脸红。还没想到要说什么回应，突然脸一潮，我望着天，下雨了。说着我想伸手擦一下，被陆启凡拦住。等等，只见陆启凡将外套脱下，说了句对不起之后，小心翼翼地用衣袖擦拭着我的脸颊。我跟点了，学班愣在原地，心里疯狂呐喊，这家伙太会了吧，这他妈是什么偶像剧情节？下秒我就看见对方浅色衣袖上沾染了一坨屎黄色的粪便。得，原来不是偶像剧，是喜剧。我看都不敢看陆启凡，心里已经麻了。事实证明，人不能怀有坏心思，否则一定会遭报应。我原本是想要看陆启凡热闹，万万没想到，当那盘蒜泥小龙虾端上来的时候，我自己先被恶心到了。蒜泥的颜色不巧与今天落在我脸上的那坨鸟屎如出一辙，毫无食欲。陆启凡去台盆洗了洗手，坐在位置上就开始剥虾。男人半垂双眸，神情专注的仿佛周围人全都不在，骨节分明的手飞速在虾身上流转，剥出来的虾肉饱满充满食欲。之前跟王菲吃龙虾的时候，这货喝着啤酒打着饱嗝，把手指缩得恨天响，如今对比陆启凡，真是不堪回想。胡思乱想之际，一个盘子放在我面前，慢慢吃，还点了2种口味给我包的。这种被照顾的感觉，我仿佛已经多年没感受过了，脸颊还有点发烫。你每次出来都会给女士包下？那倒不是，陆启凡用湿巾仔细擦拭着手指，普通的动作却被做出禁欲的性感。这是我第1次吃小龙虾啊！以前嫌麻烦懒得吃，我没敢继续问下去，因为我怀疑他在勾引我，并且此时保留了证据。你看看别人家男朋友，再看看你，就知道自己吃。突然隔壁桌传来女孩恼怒的声音，嗲里嗲气的让我这个女人都浑身抖了抖。小龙虾就得自己包才有味道，真的你信我？我耳朵动了动，卧槽了一声，心里想着该不会这样巧吧。正琢磨隔壁传来动静，一个女孩拎着包跑出来，还带着哭腔。这种苍蝇店原本我就不想来，是你求我过来的，现在还让我自己动手，那你自己吃吧。
大小姐，怎么说生气就生气，我帮你包还不行吗？紧接着，一个男人慌忙追出来，脚步匆忙的还踢了脚我放在地上的冰可乐，连忙道歉，对不起，青青。事实证明就是这巧，出门遇前任，我的心情再次被鸟屎击中。陆启凡看了眼王菲，是认识的。不认识，陆启凡当真没多问，收回视线，重操包虾就业，辣的那一盆你少吃点，免得稍微夜里睡不着。听到我俩对话，王菲跟被踩了鸡脖子似的。他是谁？那语气跟带到老婆出轨一样。只不过陆启凡是谁，现在跟他又有毛线关系？我还没骂人，方才被他拽住的姑娘先喊了起来：“王菲，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对他还没死心？”两位吵架可以去外面吗？陆启凡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声音不大不小的，刚好可以传递到我们几个人的耳中。虽然很不好意思，但你们这样会影响我和我女朋友用餐。王菲听到女朋友称呼的时候，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盯了我几秒，嘴巴张了张，愣是没说出话来。最后还是那位新欢看了眼陆启凡，红着脸道了歉，将人拽走。刚谢谢你，那人其实就是我跟你说的前男友，不知道怎么这巧遇到了，给你添了麻烦，不好意思啊。陆启凡把手里的虾肉放下，盯着我的双眼。其实我确实有点不开心啊，为了个已经不相干的人，你跟我这么客气，让我有点伤心。我想我们现在也并没有很熟吧。他伤心个鬼啊！陆启凡将我绅士地送到门口就离开了。我住的地方属于老旧小区，晚上路灯一闪一闪的泛着诡谲的光。我一路小跑准备上楼，突然有人从后面喊我：“青青！”我扭头瞧见方才还在小龙虾馆遇见的王菲，正靠在我家旁边的榕树旁抽烟。见我没停在脚步的意思，他将烟头念灭追过来：“我们谈谈。”我不知道我跟他还有什么好谈的，他现在还四肢健全地站在这里，都得感激我拦着我们家老太太没冲过去打人。那个人不适合你。王菲从后头跟着我，你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。这话把我听吐了。我跟谁一个世界的？跟你。青青，我以为分手了还会是朋友。王菲脸上挂着几分虚伪的难过。我们在一起4年，分手后你在我心里依旧是家人一般的存在。我不希望你为了跟我赌气，随便找人委屈了自己。王菲居然觉得我是因为跟他分手了伤心欲绝，所以才随便找了男朋友。这得多大的脸！建议你有病就去看病。我往楼里走，王菲急步拽住我，被我用力甩开，还未开口，身后传来一道温润的声音：“青青。”我回眸，发现原本已经离开的陆启凡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拎着一个包。“你的背包忘在车上了。”我跟看见亲人似的，3两步走过去，跟陆启凡并肩而立，看着王菲冷冷地说：“以后你别来找我了。”王菲的手虚无地放下，声音带了几分狼狈：“青青，我没想过我们的关系会有一天变成这样。”我转身，不想哭的，可是眼泪却不争气地跑了出来。他没想过为什么，我又何曾想过？就在1个月之前，我还幻想着自己能够成为新娘。亲手撕碎了这份感情的人，有什么资格现在在我面前讲出这句话？想不想散散步？陆启凡声音轻柔，也不知怎么那一瞬我的防御全线崩溃，眼泪越流越急。男人叹了口气，没拎包的右手轻轻附上我的后背，手腕轻勾，直接将我翻了个面。我的脸结实扑进男人的胸膛，鼻尖充斥着好闻的清香。这是个不带任何情欲的拥抱。我抱着一个认识了还不到2天的男人，肆意哭泣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逐渐冷静下来，脸慢慢从他衣服上挪开，唇蒂正中间是一片黄色的粉底液，非常完整地勾勒出了我的脸型，甚至第2颗纽扣上保留着我 Dior 的口红印，连带着因为眼泪而脱妆的眼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1天之内毁了人家2件衣服，试问还有谁？我飞速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陆启凡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衬衫，轻笑了声：“挺好，这样也算变相把你刻在我身上了。”黑夜中，风吹过树叶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躲在草丛的蛐蛐儿发出微弱的叫声。一群小小的飞蛾在氤氲的灯光中飞舞，即便身体再小，也在寻找着属于他们的光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的心被击中了。陆启凡，我们交往吧。相亲就仿佛是一条爱情快速路，一旦上车就是踩紧油门往前冲。和陆启凡相处比我想象的要舒服得多，他就像毫无脾气的好好先生，无条件的包容我的所有，这总让我觉得完美到不真实。我妈对陆启凡非常满意，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找到这么体恤的男朋友。2家互相走动的频率也逐渐增加。几个月之后，大家决定坐下来谈结婚的事。我心不在焉地走在陆启凡身边，对于未来是否要和陆启凡一起度过，其实有着太多的犹豫和不确定。小心！身边的男人突然出声，我扭头瞧见一个4、5岁的男孩跑到公路上，迎面有一辆汽车飞驰而来，周围的路人都在惊呼，我身边的人犹如一道闪电飞奔出去，将男孩抱住带离了车道，而陆启凡为了护住男孩，也跟着跌倒在地上。
孩子妈飞速跑来，吓得连打了男孩好几下，怒斥着孩子乱跑。你没事吧？陆启凡看着我苦笑，可能有点不太好，我吓坏了，哪儿受伤了？自尊，我使劲打了这人一拳，声音都带了点哭腔。你突然跑到机动车道，吓死我了。家长带着孩子过来道谢，陆启凡摸了摸小男孩的碎发，提醒他以后注意安全。孩子妈妈和我说，你先生真是个温柔的人，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我瞧着陆启凡温和的笑容，也跟着附和。陆启凡会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我深信不疑。双方见过家长之后，我们的事儿就算是定了下来。可能我现在还不够喜欢陆启凡，但我觉得爱上他不是难事，生活总会越来越好。这天下班，我又遇到了在楼下等我的王菲。你要结婚了？王菲眼眶通红，浑身充满了酒气。我不吭声，低头绕过他，打算回家，却被他堵住。青青，你爱他吗？你真的爱他吗？我用力将他推开。王菲，你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，表现出你关心我的样子。当时出轨的是你，现在频频出现在我面前的也是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王菲被我推搡在地，双手捂着脸，一直重复着对不起。我紧紧握着双拳，往外吐了几口浊气。男人就敢做敢当，你爱上别人和我坦诚的时候，我没有为难你，但你现在这样，真让我瞧不起。然后王菲给我发了一晚上的微信，一段段跟小作文似的，从我们大学恋爱开始回忆起。我没细看，直接将对方拉黑一条龙服务。本以为这件事就此过去，没想到隔天王菲的真爱却找到我，说他们马上要结婚了，哭着求我放过王菲。我莫名其妙挂断了电话，原来是王菲我发给我的小作文被阴怪发现，不知咋的还发给了陆启凡一份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出轨就算了，现在还欺负到我头上来了。我打电话给王菲，告诉她如果他们两口子再骚扰我，就报警处理。又担心陆启凡误会，火速打电话想要解释，没想到陆启凡对这件事只字未提，反倒约我晚上吃饭，地点选的是一家东北菜馆。试问哪个男人会对前男友纠缠不休的事儿完全不介意？特别是像陆启凡这个条件的，根本不缺女人喜欢的男性，他是在装作不在乎吧？我心一沉，琢磨我俩的事儿八成凉凉了。不过陆启凡也算是贴心，就是分手也把最后一餐留在我喜欢吃的东北菜馆。万万没想到，在花花绿绿的装修风格里，陆启凡伴着二人转的背景音向我求婚了。当时我正往嘴里塞了一整个韭菜馅的饺子，咬到一半，吃出来了个钻戒。看着那个从我嘴里扯出来，沾了2滴韭菜的钻戒，我陷入了沉思，怀疑是自己太不正常，把陆启凡这个正常人都带跑偏了。其实，不管陆启凡求不求婚，我都会嫁给他。只是我很感激他多此一举地走了求婚的流程，让我觉得我们不单是因为被催婚而在一起。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也没忘继续嚼韭菜饺子。陆启凡缓缓向我走来，我可以吻你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想到什么捂着嘴又飞速摇头。现在我的样子根本不需要照镜子也能想象有多精彩，况且我刚吃了韭菜馅的饺子。陆启凡还是吻了我，一股清新的薄荷清香淹没了我的韭菜味。怪不得方才陆启凡没吃菜，原来早有预谋。呵，男人，我跟陆启凡结婚了。看着小红本，我有片刻恍惚，就这么快我变成了已婚妇女。手里的结婚证飞速被陆启凡抢走，动作快到吓了我一跳。我帮你收着，这手速不当小偷就算是为我国安全做出的极大贡献。按照惯例领证的日子总归要一起吃顿饭，晚上一向滴酒不沾的陆启凡居然破天荒地拿出了红酒，说要庆祝新婚。果然浪漫，吃个火锅都得配红酒。以陆启凡这种生活习惯，我戏谑82年的拉菲，陆启凡笑21年的拉菲，然后陆启凡被21年的拉菲灌醉了。开始我还没发现陆启凡喝醉了，从餐馆回到家，这人的表现都极为正常，最出格的大概就是一路拽着我的手不放。然而到家，我洗完澡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居然发现这人还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放在膝盖，坐得像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，一双眼睛湿漉漉地盯着我瞧。见我出来，陆启凡笑得像一只英姿飒爽的哈士奇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我逐渐烦躁，还不洗澡。我皱眉，怎么感觉结婚之后陆启凡不太聪明的样子？陆启凡慵懒地伸出一只手，我不耐烦地走过去，想把他拽起来。你这个酒量，基本上以后可以告别酒坛了。话音未落，我整个人被陆启凡拽扑过去身子，男人反应灵巧地将我翻了个身。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了沙发上，双手被对方反手压在了头顶的位置。陆启凡在距离我不到1拳的距离，从他的眼眸中，我能看见自己略显惊慌的脸。我被动地扑腾了2下，发现自己的力气远不是陆启凡的对手。陆启凡在我心里一向是温润如玉的类型，
做什么都很有礼貌，这样的他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莫不是喝多了之后又发了什么机智，变身了吧？陆启凡的视线紧紧盯着我的唇，我又想吻你了，我还没回答，这人闭上眼唇直接附上，一股淡淡的酒香混杂着我的薄荷牙膏在舌尖炸裂。在沉浸在对方编织的温柔里的我居然还在想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稍微洗刷一下第一次接吻的韭菜味屈辱。结婚的生活是愉悦的，除了领结婚证那晚的唐突，其他时间陆启凡和我想的一样温柔。温柔到什么程度？情至浓时也会礼貌地问一句可以吗？只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相敬如宾并不像爱情。闺蜜和我说人要知足，这样的婚姻生活是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求到的，让我试着爱他。坦白讲，爱上陆启凡并不是难事，但我却始终带着不安全感。周末，我和闺蜜刚好在陆启凡的公司周围逛街，闺蜜怂恿我买下午茶给陆启凡送过去。我有些扭捏，结婚了一段时间，我还真没怎么主动过。我拿出电话想要提前招呼一声，却被闺蜜拦住。你都通知了，还算什么惊喜？直接冲！当我怀揣着某种隐秘的期待走到陆启凡公司前台的时候，却被告知公司 IT 部并没有叫陆启凡的员工。我彻底傻了。陆启凡明明告诉我他在这个公司的 IT 部工作，甚至前些天早晨上班，我还顺路开车将他送到了这家公司门口，为什么短短几天就查无此人了？陆启凡电话接通得很快，声音仍旧带着让人心安的力量。老婆，你在哪儿？公司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买了点下午茶想要给你。我的手不自觉扣紧了手机，你方便下来拿一下吗？你别动，等我2分钟。然后我听到椅子移动的声音，不知为何陆启凡的声音带了几分紧张。5分钟后，我看见陆启凡从外面匆忙走进来，见到我嘴角往上扬了扬，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东西。热不热？你不在这里工作。我盯着陆启凡的双眼，企图窥视出他此时的表情。我在技术组前些天被抽调出去进行一个新的项目，现在在对面办公。陆启凡的表情没有一丝破绽，坦然地对上我的视线。要不要去转一转？刚好在开会，办公室现在没人。你在开会？我皱眉，想到方才通话时对方那边安静的背景，那你跑出来做什么？工作哪有我老婆重要？陆启凡晃了晃手里的袋子，更何况今天是我老婆亲手送下午茶过来，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但又说不出来哪里怪。我将这一切归结为自己的无安全感，毕竟我现在对陆启凡似乎并没有完全了解。我催促他快些回去，临走时他在我嘴角添了个吻，说了句晚上好好谢谢你。我脸红，知道他口中的谢谢是指什么。大概现在我们唯一默契的就是这件事了。陆启凡的生活很规律，每天6点会准时下班和我一起用餐，只是今天下午他回来的特别早，进家门的时候手里还带着束花，这似乎是陆启凡第一次送花给我。只是这人递给我的时候却说路上捡到的，送你吧。我不接，也跟着开玩笑，有可能是哪个男生想要买来送给喜欢的女孩，结果没被接受，一怒之下丢在路边，被你捡回家了。那这个人可真不幸。陆启凡的眼睛眯成了一道月牙，我就没有这个顾虑。我喜欢的人已经变成了我老婆。我心脏支了一下，陆启凡从没对我说过喜欢。我抓过花，慌忙转身，以此遮掩发红的脸颊。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油腔舌调？陆启凡从背后拢住我，因为你之前不是我的。陆启凡的语气带着不易觉察的失落和复杂，这和以往的他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。就在我以为他会解释什么的时候，他却又停了下来。我感觉他放在我腹部的双臂微微收紧，像是怕我逃走，又或者是想到了什么其他的经历。这一刻，陆启凡距离我很近，但我却发现原来我从来都不曾了解过这个男人。隔了几天，我收到了一份快递，拆开之后发现是一份结婚请帖，扉页贴着王菲和殷怪的合照，上面我的名字是手写的，字体娟丽清秀，应该是出自殷怪之手。我觉得好笑，如今我已经结婚，并且和王菲早就没了联系，我不懂她为何还是要将我变成假想敌。明明在上一段感情中，我才是一败涂地的那一个。我随手将请帖丢在了茶几上，没有理会。晚上的时候被陆启凡看见了，他将信封拆开，前男友要结婚了，我没当回事，了声算是回应。我在卧室半晌没听到声音，走到客厅发现陆启凡手里还拿着那个请帖，天外飞仙地说了句他长得不帅，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其实王菲算是帅的了，只是照着陆启凡这张过于精致的脸相比，还是差了些许。他是我们校篮球队队长，当时在学校蛮受欢迎。不过谈恋爱也不能光看外表，有时候遇到了一个人，所有的条件和标准都形同虚设。可是他并没有珍惜你，我觉得今天的陆启凡有些不对劲，以前的他从来不会这样追着问我不喜欢的话题，特别是有关王菲出轨的事。
提到这个，我就会想到自己有多窝囊。我知道，不需要你提醒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回卧室，还没到床上，整个人就腾空而起，是被陆启凡抱起来的。他一把将我甩在床上，我还没责备，这人突然的发疯。陆启凡略带粗鲁的吻铺天盖地的袭来。陆启凡，我的声音被吞没，这样的陆启凡我陌生极了。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，却又意料之外。但他从始至终都未说一句话，我发现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征询我的意见。事情结束，我翻过身，不想理他。陆启凡从背后拢着我和我道歉，说自己方才看到王菲的请柬，心生了嫉妒。我和陆启凡认识的时间不长，甚至我们相亲的隔天，他就已经见到了王菲本人。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吃醋的事。我把他轰出去，让他睡在客厅。这人大概当真觉得自己做错了，抱着被子听话地走出了卧室。凡人精走了，我却又开始辗转反侧，担心陆启凡长手长脚地在沙发上睡不安稳。生气自己的心软，还是走出去，打算把这人卧室睡觉。可是陆启凡并不在客厅。我扭头看到关闭的阳台外有一道人影，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发现陆启凡正在外面抽烟，并且似乎在和某个人打着电话。隔着玻璃，我听不清对方的声音，但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已经凌晨2点。凌晨2点，陆启凡打给谁？还有，我并不知道陆启凡会抽烟。在对方出来前，我飞速跑回卧室，关上门，将自己裹在被窝里。陆启凡，我的丈夫。可是今天我却突然发现，我好像不够了解他。隔天一早，我从卧室出来的时候，陆启凡正在厨房煎蛋。此时他已经换上了工作时穿的白色衬衫，外面套着一件滑稽的粉色围裙，看起来异常违和诙谐。有些人即便犯了错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光是站在那儿，就有一种让人原谅的气质。陆启凡端着早餐从厨房走出来，看我的眼神怨念颇深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我注意到陆启凡眼底的轻痕，不知怎么还有点幸灾乐祸，点了点头，还不错。没良心！陆启凡伸手揪了下我的鼻子，昨晚我一夜没睡，怪我了，怪我惹老婆不开心了，所以反思了一夜，想今天怎么赔礼道歉才能被原谅。所以你想好了吗？陆启凡试探地挑了挑眉，不然就罚我今天睡床。我被逗乐了，踹了这人一脚，美的你！结果脚被陆启凡一拽，我整个人往下坠，双手扑腾着，慌忙攀上陆启凡的脖子，惊慌失措的视线正对上陆启凡一双笑眼。骂人的话被吞回去，我的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。陆启凡没有松开我，表情变得认真起来。青青，昨天我情绪有些失控，弄疼你了，对不起，以后不会了。陆启凡身上有淡淡的薰衣草香，是洗衣液的味道，我闻不到任何烟草味。这样温和深情的陆启凡是我熟悉的人，昨晚的那个男人好像只是梦中的想象。我耳根又开始涨红，我想说，如果昨晚的他才是真实的他，那展示出来也没关系。只是我刚站直身子就打了个喷嚏。陆启凡立刻皱眉，感冒了，大概吧。昨晚一夜未眠的不只是他。距离王菲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忙碌的工作让我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。没想到最先提起的居然是陆启凡。那天我正帮陆启凡系领带，他微微弯着腰，视线和我齐平，好看的喉结微微滑动。你前男友的婚礼，你去参加吗？我觉得新鲜，你不吃醋了？吃醋，但我同样尊重你的过去。我可以送你过去，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让他后悔选择了别人。听听说得多大方。我按到男人虚伪，撇了撇嘴，不去。原本我以为陆启凡会松了口气，没想到他表情露出了几分诡异，最后问了我一句：你还在意他吗？啊！我没反应过来，看见陆启凡抿紧的嘴唇失笑，坏心的将领带收紧，直接卡到他的脖子。完美的陆先生也会有这样不自信的一面，在爱人面前不自信很正常。爱人，我咂摸了2下这个词，心情涌出了些愉悦感。我知道我对陆启凡心动了，只是陆启凡呢？他是不是真的如他说的那般喜欢我？陆启凡这样的人究竟为什么会和我结婚？我说陆启凡不自信，但其实一直以来不自信的人是我。在我的恩准下，陆启凡搬回了卧室。上次彻夜未眠后，我便开始鼻塞，连续了几天都没好。半夜醒来，觉得人不舒服的厉害，翻身却发现整张床只有我自己一个人。陆启凡呢？我赤脚走下床，看到书房的门开启了一条细小的缝隙，里面露出晕黄的光。鬼使神差的，我将耳朵靠在门上，里面传来陆启凡压低的声音：你放心，不管结不结，我都会支付100万。嗓子突然痒得厉害，我死命捂住嘴，想要听完陆启凡说的话。然而下秒，可嗨嗨，里面的声音断了，门很快被人打开。陆启凡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微不可见的惊慌，
青青，出于女人的直觉，我发现陆启凡有事瞒着我。怀疑的种子一经出现，便不断生根。我总是不由自主去想，陆启凡电话中的100万是什么意思？和他通电话的人又是谁？我瞒着陆启凡以身体不适为由和公司请了假。第二天，他仍旧将我送到了公司楼下。等到他的车离开，我立刻坐上了出租车，从后面尾随他。我并不想这样做，但我迫切地需要了解我的枕边人。我看着陆启凡走进了一栋高大的楼，上面的公司名写着新凡科技。这个名字总让我觉得分外耳熟，我似乎在哪里听过，但一时间我却记不起来。等到陆启凡的身影消失，我才飞速跑到前台。请问一下，陆启凡在这边工作吗？前台的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你找我们陆总有什么事情吗？你们陆总这个词仿佛是什么高端词汇，让我一时间有些难以消化。谁是陆总？陆启凡明明是对面楼公司 IT 部的技术人员，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这里的陆总？我手脚冰凉地走出公司，看着后面这栋恢宏的建筑，觉得恍惚又可笑。今天是我结婚的第31天，我终于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我丈夫的真正职业。现在我脑子里的问号连起来都能绕地球一圈。一个年轻有为、外貌优质、谈吐风趣的男人，何以走上相亲这条路？还这么不小心让我撞上了。倒不是别的，我就是开始奇怪，陆启凡跟我在一起图啥？要说是在相亲的时候对我一见钟情，我第一个不信。还有为什么瞒着我他的身份？莫非是怕我这种小门小户冷不丁嫁给个什么总，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起飞？我打电话询问我妈，究竟是谁安排的让我跟陆启凡相亲？是我们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，跳广场舞人脉这样牛吗？介绍了个伯爵给我。我妈大概不觉得有啥问题，开始催，你跟小陆结婚都1个月了，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？饭店啥的都得提前订，你们俩赶紧商量，日子也好操办起来了。我想说，照这个趋势下去，我跟陆启凡还真不一定能走到婚礼这一步。但到现在，我最担心的还是我的父母。最初王菲出轨，我妈背着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，说我命苦。要是再来一次，我怕父母最会为我愁白了头。那天之后，我开始每天早出晚归，刻意减少和陆启凡的接触。晚上我也以身体不适作为借口，推开了陆启凡想要亲密的举动。陆启凡所有的温柔和绅士，此时在我看来都变成了在我面前伪装的面具。他越是温柔地看着我，我就越会想到那一团迷雾。我隐隐有种预感，一旦我将所有的问题问出口，我们的关系就会结束。我需要一段时间去思考自己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，于是主动报名了去上海的培训。陆启凡在得知我要出差，并没有表现得有什么异常。那天他送我去了机场，走的时候抱住我亲吻了我的额头，提醒每天都要视频，记得想我。我挥了挥手告别，然后立刻忘记了自己的承诺。大概是在第4天的时候，我培训结束，晚上到宾馆，在大厅碰见了让我如何都想不到的人。这人开口就是青青，我悔婚了。我怎么都没想到王菲会在她的婚礼前夕飞到上海来找我，告诉我她悔婚了。她看上去比以前沧桑了很多，没了最初的意气风发，根本看不出她当初跟我发短信分手的理直气壮。我不懂她此番跑过来的意义何在。酒店大厅人来人往，有熟悉的同事走过跟我打招呼。我不想把场面闹得太难看，尽量控制自己的泼妇气质和对方心平气和的交流。你现在的感情状况和我没有关系，我结婚了，以后请不要再打探我的行程，介入我的生活。我前天看到陆启凡和王思邈在一起，王菲眼睛通红，挡在我面前，青青，我们都被骗了。王思邈就是王菲口中的阴阴怪。按照王菲的说法，陆启凡和王思邈2个人早就认识，甚至我们的分手都与陆启凡有关。我跟王思邈是在部门聚餐结束之后发生关系的。那天我喝醉了，他说要送我回家，结果王菲使劲抓了抓头发。她是老板的妹妹，如果我不负起这个责任，工作就保不住了。我的家庭条件你知道，我别无选择。我对你的出轨经历不感兴趣。我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，转身被王菲拽住。青青，我没有要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意思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陆启凡会在我们分手后立刻和你遇见并结婚？我不奢求你的原谅，现在我工作已经丢了，我没有什么好害怕了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幸福，不希望你被骗了。这话在我听来讽刺至极，所以按你说的，是陆启凡逼你跟王思邈在一起的。王菲，当时管不住下半身的人是你，你跟你女朋友之间的矛盾不要往我身上带。我不欲跟对方多讲，快步走入了电梯，把王菲甩在了身后。电梯门关上，我的心冷了下来。王菲为了保住工作，跟王思邈在一起，抛下了我们4年的感情。现在分手了，又过来找我，当我是什么垃圾收容中心？想到王菲，猛地一道信息如闪电般劈进我的脑中。
我飞速按了一层按键，电梯门打开，王菲果然还没有离开。不等她开口，我便问道：大4毕业你去实习，在的公司是什么？啊！王菲愣住，我着急直接说道：是不是星凡科技？是。怎么了？我犹如雷劈，那个一直没被拼上的拼图终于完整了。怪不得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耳熟，竟是王菲实习的公司。电梯的门开开合合，无数人涌入，又有无数人涌出。我现在有太多的迷茫。王菲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陆启凡也在星凡科技，这个信息似乎证实了王菲之前的猜测。陆启凡接近我，确实别有用心，他是故意的，一定是他故意安排的。王菲情绪变得有些激动，猛地拉住我的手，青青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，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话音落下，手机的铃声响起，我木然地盯着上面来电人姓名，犹豫片刻还是接下。我未开口，那边也默契地沉默着，久到我想要挂断的时候，那边终于有了声音。青青，回头，我举着手机机械转身，陆启凡就站在距离我2米的地方。陆启凡身上穿了一件深褐色的风衣，站在人群中身姿挺拔，他眼神专注的，仿佛世界只有我一个人。他说：青青，过来。我脚步下意识朝着陆启凡的方向挪动了半步，却被王菲拦住。我真的错了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，真的什么都不要了。王菲整个人如同一张捏碎的纸，皱成一团。她祈求着：求你不要相信他。我看着站在距离我几步之遥的陆启凡，男人的脊背挺得笔直，与面前满是颓然的王菲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我慢慢扯下王菲的手，他是我的丈夫与臂。我朝着陆启凡的方向坚定走去。还有2步之遥的时候，陆启凡像是突然被按了开关，急不过来，一把将我拽到了怀里，不由分说地吻上我的唇。陆启凡，一个走在路上连手都不会和我牵，连在外面吃个雪糕都觉得难为情的男人，居然在人来人往的大厅吻了我。我被他内在怀里，感受到他浑身似乎都在颤抖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方才我看到的他不过是强装的坚强。过了片刻，陆启凡稍稍放开我，意味不明地说了句：谢谢。陆启凡，王菲冲上来，一把揪住陆启凡的衣领：是你对不对？这一切都是你干的对不对？陆启凡没有放开紧握我的手，脸色未变，又恢复了那股子温吞儒雅气。听闻王先生新婚，本应是大喜之时，跑到上海找我夫人做什么？只是陆启凡有多淡然，王菲就有多恼怒。你还装你是星凡科技的，你一定是想要报复我。抬头一个拳就要飞过来，我当场就急了，挡在陆启凡前面。王菲，你够了吗？王菲被我喝住，我整个人暴怒。我们早就分手800年了，现在我已经结婚了，你到底在这闹什么闹？王菲看我眼眶通红，张了张嘴，似乎还有话想说，但最后还是看着我吞咽了回去。头发横七竖八地趴在头顶，像一只战败的公鸡。人生的选择是你自己做的，现在又在责怪谁呢？王菲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，像个男人一样？我言尽于此，拽着不发一言的陆启凡从他身边走了过去。我知道，这次之后，王菲之于我便会如同路上的陌生人。我对她彻底没有爱了。离开了王菲的视线，我立即挣脱了陆启凡的手。陆启凡就跟一条大狗似的跟在我后头，不停喊着我老婆，简直跟刚才判若两人。这位先生，你哪位？我怪里怪气，认错老婆了吧？我老公是个程序员。我就是程序员，也是你老公，还骗我。我打算跟他当面对质。陆启凡开口，那家公司有我的股份，也不算说谎。前年我出来创业，和朋友成立了星凡科技。为什么瞒我？陆启凡沉默了瞬，大拇指一直在不安地抠着食指。我没见过这样的陆启凡，换了个问法，我只要知道一个问题：王菲出轨王思邈跟你有没有关系？陆启凡一副人格受到侮辱的样子，当然没关系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蹙眉。可是王菲说你认识王思邈。陆启凡嘴角泛出一丝冷笑。王思邈家里悔婚，王菲现在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强弩之末，所以又回过头来找你。我彻底震惊了。可是王菲明明说的是她跟王思邈悔婚，现在又跟王思邈家里有什么关系？而且王思邈悔婚，为什么陆启凡会知道？人行路上人来人往，街边的摊贩在高声叫卖，我在这片嘈杂中只觉得手脚冰凉。我想到了深夜的电话，100万的交易，还有陆启凡提到王菲时古怪的态度。我盯着面前的人，手中的拳头握了又松，松了又握。陆启凡，我希望你能坦诚地告诉我，
你深夜的电话对象是不是王思淼？陆启凡像是没听懂我的问题，我咬了咬牙，决定彻底摊牌。那100万是不是你要打给王思淼，让他离开王菲的钱？陆启凡的眉毛越蹙越深，看向我的脸色也越发古怪。100万，然后想到什么，噗的笑出来。我没想到我老婆还是个脑补专家。陆启凡敛了敛眸，那100万是王菲在公司实习期间泄密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你是说泄密？我越听越糊涂，感觉人物关系错综复杂。陆启凡敛了敛眸，王菲在新凡实习期间参与经手了一个项目投标，在招标会开始前夕，他将我们的信息秘密给了对家公司，也就是他现在所在的蔚蓝。前期我们的投入巨大，因为他的原因，所有的投资全部白费，这个过程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万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处理这件事的后续工作。你听到的应该是项目方给我的催款电话，不管接不接这个项目，我都不会赖任何一笔账，结不结，接不接。中国文化果然博大精深，不过我再怎么想都想不到王菲居然这么狗。当初她离开新凡科技跳槽到蔚蓝公司的时候，我就曾经疑惑，新凡给她的待遇并不差，为什么会离开？她当时怎么跟我说的？都怪自己过于优秀，被各大企业争相抢要。那时候我就应该猜到这里面不正常了。那现在呢？事情解决了吗？项目要不回来了，不过泄密的证据已经搜集的差不多，等待起诉。蔚蓝那边怕被沾包，已经跟王菲撇清了关系。我张了张嘴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的心没有因为陆启凡的解释彻底放下。王菲伤害了陆启凡的公司，陆启凡却又和我在一起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陆启凡真的喜欢我吗？我是王菲的女朋友，他和我在一起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我应该问的，但那一刻却胆怯了。我承认自己是害怕听到肯定的回答。如果我的婚姻从开始就是一场骗局，我只是被人利用报复的工具，我该怎么办？见我不讲话，陆启凡的嘴角往下压了压，他迟疑地牵起了我的手，我没有推开，感受到他的手掌温暖干燥。外出培训住的都是标间，晚上我和同事打招呼，跟着陆启凡去了他订好的酒店。就当我是鸵鸟吧，只要陆启凡不提，我就不问，继续闭着眼睛过日子。一直到房间，我们都没有过任何的交流。明明把话说开了，可是彼此反而更加局促。洗过澡，陆启凡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子前，台面零散摆放着几张纸。见我从浴室出来，陆启凡朝我说道：“青青，你过来签个字吧。”我一愣，第一个想法就是陆启凡终于还是要跟我离婚了。王菲的事情解决了，我也没了利用价值。我的唇被咬得发白，心脏像被撕裂了一样。原来不知不觉我早就爱上了他。陆启凡没注意到我的异常，开口和我说道：“我名下有2套房产，现在全部以私人赠与的名义送给你。还有，这是我的银行卡，密码是你答应成为陆太太的日子，以后全部交给你保管。”我的心越来越冷，分手费他倒是给得很大方。不用，我垂眸，嘴角泛起嘲讽的笑。我没这么值钱。我将手中的湿毛巾放在桌上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洒脱。反正我们也没办婚礼，只要领个离婚证就可以了。你什么都不用给我。我看着陆启凡的脸，肉眼可见的沉了下来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反正我们也没办婚礼，领个离婚。话没说完，陆启凡起身把我压在了墙边，眼里带着隐忍的恼怒。许青青，你没有心。陆启凡眼眶通红，不能吗？真的不能试着爱上我吗？现在陆启凡这副样子，让我很不厚道地想到了苦情剧中的女主角，而我是剧中的负心汉。我感觉现在角色互换了，一股子委屈也爆发出来。不是你要离婚的吗？你要报复王菲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接近我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陆启凡傻了，离婚？我为什么要提离婚？我也傻了。你不离婚，把这么多东西给我做什么？难道不是分手费？陆启凡走过来，手忙脚乱地把我的眼泪开掉。这些东西是我这些天准备好的。我想了想自己，除了这些资产，其余的没什么能给你。从结婚开始，我就没想过和你分开。不管因为王菲的事你对我有多生气，我都不会答应离婚。我不懂，这又跟那个渣男有什么关系？我将问题问出口，陆启凡的疑惑：我要起诉他，你不生气吗？他让咱们家少了100万，我为什么要拦着你起诉他？我脑瘸。陆启凡愣了2秒，抱着我笑出了声，我甚至能感受到他胸口处愉悦的起伏。我不懂他在高兴什么，看到我委屈就这么高兴。青青，我以为你还在喜欢他。这段时间我不敢坦诚自己的身份，就是怕你恨我。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陆启凡有了这样的错觉。或许你没发现，但你从来都没叫过我老公，问题竟出现在了这里。我确实没叫过陆启凡老公，是因为我觉得过于肉麻。
但我真没想过，原来优秀如陆启凡，居然也会敏感到因为一个称谓，而在私下里暗暗地揣测我是否爱他。感谢王菲，让我跟陆启凡的感情更近了一步。只是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事。直到隔天，我被陆启凡的手机吵醒，拿起电话发现来电人是王思邈时，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还没问清楚陆启凡和王思邈的关系。等到对方接完电话，我坐起身子，目光如炬。陆先生，请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跟这位王小姐是什么关系？你无权保持沉默，并且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。陆启凡被我这副样子逗笑，凑过来亲了我一下，被我一巴掌呼开。严肃点。我很高兴。陆启凡嘴角向上扬起，一副当真很开心的样子。这是你第一次主动询问和我有关的事，一句话把我的气势全部戳破，我整个人又软了下来。过去的我们彼此都怀着小心翼翼的试探，又怎么敢将完整的自己全部剖开？王思邈是蔚蓝负责人的妹妹，说愿意赔偿我100万，让我对王菲撤诉。啊，我感觉世界观崩塌了，他俩不是悔婚了吗？王思邈无权决定自己的婚事，我说过蔚蓝已经放弃王菲，他们不可能的。那王思邈对王菲是真爱吧？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。陆启凡见我是真的不在意了，才开口缓缓和我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。王菲家庭条件不好，为了钱和 offer， 她充当了蔚蓝的商业间谍。只是王菲这人心思重，她实际上并不信任蔚蓝开出的条件。正巧这时遇到了老板的妹妹王思邈，于是她便顺势展开追求。王菲算盘打得很好，蔚蓝公司总会护着自家人，这样即便有一天新凡科技要找她麻烦，蔚蓝也不会坐视不管。只不过当时王菲一直瞒着我，大概是希望能坐享其人之福，又或者对我当真有那么丁点感情。但终究架不住王思邈步步紧逼，两相权衡，他这才把我一脚踹开。我冷笑，既然这样，他又回来找我做什么？一直紧紧抱着王思邈大腿不就好了？他哥不会答应的，这些商业利益纠纷面前，爱情算不得什么。我猜王菲想把你当成最后的稻草，如果你答应复合，至少能够有人和他分担巨额的赔偿金。当然，我也不能排除他后悔了，发现了你的好这件事。我嗤之以鼻，但听到这话也未免不安。你呢？如果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这样吗？陆启凡，我一直都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会喜欢我。我很早就见过你，在新凡科技的时候，我对陆启凡没有任何印象，不禁有些好奇。陆启凡像是想到了以前的事，嘴边带了抹笑意。那时候你是王菲的女朋友，偶尔会在门口等她。我每次见到你，都看你笑得傻兮兮的，好像这个世界没什么烦心事一样。久而久之，就有些好奇，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快乐的姑娘？后来王菲的事情之后，新凡科技面临资金链断裂和巨额亏损，那段时间无尽的加班、应酬和人周旋。某天我喝醉了，在一家便利店门口吐得昏天黑地。你猜我遇到了谁？我皱眉，觉得这个剧情俗套到让我感觉它是编的，该不会是我吧？是你前男友和王思邈。那时候我才无意间发现王菲和王思邈有交集，随后顺藤摸瓜查到了王菲和蔚蓝公司的秘密交易。王菲不是个好男人，泄密、出轨，对事业和爱情双不忠。就在我犹豫怎么样才能告诉你的时候，我得知你们分手，然后我忍不住安排了和你的相亲。陆启凡笑了笑，第一次相亲就让我觉得果然不虚此行，还好我给了自己一次接触你的机会。我脸上的笑容逐渐僵硬，感觉自己好像受到嘲讽。不满道，既然嫌弃我粗鲁，那你别跟我结婚啊！陆启凡抱住我，一脸冤枉。我没有，我觉得你挺好，特别好。他看向我，沉声说了句：“青青，谢谢你。”我不知道他说的谢谢到底指什么，但是此时的我却十分感激陆启凡出现在我的世界。我笑了笑，陆启凡，我们抽空把婚礼办了吧。晚安。